我是这个时代力量新竹市立委候选人高玉婷，然后我今年35岁，生2个小孩。之前是在工研院做10年的工研院这个工程师，这个工研院是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那主要就是一个财团法人的这样子的学术研究机构。那我在里面主要有6年的时间做卫星相关合作计划的研发，然后最主要都是做无线技术应用这些等等的这些点路。那为什么这次会决定参选呢？因为去年的选举结果，让我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保守势力的反扑，包括这个公投的结果，我会觉得说，在台湾看似很亲和、很友善的社会之下，原来是充满着歧视，而且没有办法接受差异的一个社会。我内心觉得蛮冲击的，所以那时候我自己有写下这个去年的大选的心得，就是如果我可以在我的位置上做到更多的话，那我会愿意希望可以扩及我的影响力，就是包括从我自身开始，这些我身边的人，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来问我，就是新竹的时代力量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愿意参选？所以我当下第一时间是拒绝，因为对我来说，我本来就是一个稳定生活的家庭嘛，还有2个小孩还小，现在一个3岁，一个7岁，所以那时候第一时间是拒绝。那后来他们反复的跟我讨论，那也跟我说了一些，就是说你有可能啊，你代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的家庭的缩影，你可能可以做到更多。那我觉得就让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想要，我那时候选举的结果就让我知道说，我不是想要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扩充，希望可以让这个社会就是让这个社会有所进步，然后是我可以努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理解到大家都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选举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不够努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说，我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我就加入了时代力量。那你觉得这次选举跟过去的选举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新的议题，或是这次有什么比较特别重要的议题？以托育政策来讲的话，我刚刚有说我们是生育率第4高，可是实际上在新竹现在是0家公托，公共托婴，你知道吗？就是0到2岁的会有政府举办的公立的托婴中心。那当然3到6岁就是由政府来举办的话叫公立幼儿园。那没有1家公托，就是0家公托。那公立幼儿园的话是3:7的比例，就是说它变成说它的这个比例是全国倒数第3高。就它生育率是第4高，但是它公立幼儿园的比例又是全国倒数第3高，就变成说很多的家庭，平均新竹市的平均家庭收入所得20%要来负担这个托育费用。那更不要说，如果像我们这种外县市的家庭来的话，如果没有家人来作为后勤支援的话，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个除了经济上不想要负担，如果小孩生病了，变成说一定要一个人在家里照顾，或者是说像我跟我先生是双薪家庭，那变成说一定要一个人来负责轮流休假。就是这些证件我们都有提出清楚的，比如说刚刚讲的公托公幼的广设，至少希望公立幼儿园可以拉到5:5的比例，甚至我自己也有推在企业托育的政策，就在竹科里面现在是157家有100人以上的企业，但是真正有设立企业托育的这个企业只有4家。那我真心的希望有企业托育是可以来帮助每一个有在远距工作的爸爸妈妈，因为我自己之前在公医院的时候，我们公司有托育中心，有幼儿园，虽然是委外的，可是相对于对很多家长来讲，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第一个要花时间接送，第二个是他就在一个跟你可以一起上下班嘛，再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关系有较好的福利，其实可以相对提供员工对于公司的向心力，还有这个生产力也会提高。
那所以在托育政策上，我主要推这2个。那再来就是居住正义的问题。新竹市虽然没有像台北市要不吃不喝15年才买得起房子，可是对于新竹市来讲，大概要不吃不喝8年。那现在新竹市的房价这10年来，就我去的这10年来，房价已经涨了2倍，所以薪资还是持续的负成长。所以对年轻人来讲，买房子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针对这一部分，这个时代力量有主推这个囤房税的改革，那我自己也会站在这一边。那你觉得这次选举反映什么现象？关于年轻人参与政治在台湾，像包括这第三政党，或是民进党跟一些小政党合作，或是时代力量。像我刚刚讲，新竹市是一个较为年轻的这样子的选民结构，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你推出一个较为年轻的，而且大家也真的会觉得年轻人出来参选，你更能理解我们的声音，推出我们有感的政策，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民意代表。我不是要那些只会做一些非常过去那种也不知道在服务谁，那对于公共所提出的政策又让我无感。那我觉得对于新的政治人物、年轻人，特别年轻人，你所提出的政策，能够让他们有共鸣，而且是让他们觉得看得到未来的，当然会获得更多年轻人的接受。那你觉得这些年轻人像台湾年轻人参与政治，反映一些国际的趋势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是在国际社会也在参与政治参选，或是可能也是比较进步的。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比如说前2天芬兰的才诞生一位34岁的女性总理，说起来就是她可能跟我才差不多大。那对于在国外有这样进步派的事情，我们绝对是给予肯定。在芬兰，我们绝对是给予肯定，甚至是有这个这是联合国的嘛？联合国的这个会员，这个妈妈带着女儿进入这个国会殿堂，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本来对于政治，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众人之事，而且对于政治的态度，本来就应该落实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政治就是生活。那最后还想说，为了观众，像比如说国际的跟台湾的，我觉得香港跟台湾都是中国暴政延伸的第一线。好，在这一块，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关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这些事情有这么多，包括比如说像台湾是太阳花学运以后，其实有非常多年轻人出来参政。然后这一些声音，我们持续的希望它不要轻易的被消灭掉，而是大家共同的来对于政治，年轻世代应该要来关心。当然，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愿意表态了，我觉得都是好事。但是对于香港这样子的状况，我也会觉得，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关注他们，特别是香港遭遇这些事情，我觉得也许对台湾人来讲是说，我们可能无济于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除了关心他们，除了表态，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比如说像我自己是一个希望来当选立委的人，那我就希望我们台湾在修法上可以真正的来帮助他们。那我也会希望国际上的不要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但是只要你愿意关注他们，只要你不要是沉默的，未来如果你们大家有遇到相同的事情，还是会有人跟你们站在一起。再来就是我自己过去是一个做产业的相关研究的工程师，那我会希望就是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其实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就我来看，我觉得是科技战，他们在打科技战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台湾的角色是相对关键，特别台湾是一个半导体产业来作为我们台湾的核心竞争力，那在这里台湾的角色相对的来讲会非常敏感。那除了台湾本来就有的这个技术原本就有非常不错，人才也能够都能够在美国跟中国做这些科技上，本来就这边有非常多的人才在从事，所以未来我会觉得说，如果因为这当中中国想要扩及，比如说在5G 的产业，他们想要扩及他们本来在做 sub-6 GHz 这一块的专业领域，他会想要共同来推出这个会台中国会台24条措施，他会想要挖角台湾的人才来协助他们来扩张
他们的对于5G，透过5G 来扩张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新的经济霸权。我觉得他们有这个意思，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台湾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除了本身我们有这个优势，我们同样的要注意到中国的威胁。